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林更新曾经差点被上戏退学，如今已经走上了一条别样的道路。6月25日，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圆满落幕。在这部戏中，除了引人注目的女主角刘亦菲外，林更新也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他塑造的角色方协文深深招致了众人的仇恨，而那些专横的家族法则更是引起了观众的愤怒。网友们纷纷涌向林更新的评论区，为女主角发声维护。他早有准备，然而让网友们想不到的是，他早早在凌晨5点就起床，准备在评论区展开行动。最后不忘自我陶醉地欣赏一下自己的演技。不仅是网友，就连他生活中的朋友也都忍不住发微信质问他。他在4月份还是备受人们推崇的偶像，然而到了6月份，却遭到网友一致口诛笔伐。这位哥的心态真是好，若是换成其他演员，早就因被骂而抑郁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足以证明他的演技极具代入感。实际上，林更新报考上戏时几乎完全没有表演基础，甚至还差点被学校开除。2007年，年仅18岁的林更新怀揣着对艺术的梦想，来到上戏的招生现场。他一进入考场，老师们的目光便始终紧随其后，从未离开过他。他身高达到1.87米，声音浑厚有力，脸部轮廓分明，身材匀称，是一位典型的演员好苗子。老师们正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的表演，却没料到他一开口就让他们失去了兴趣。没人会想到，这样一个外表出众的大男孩，一开口竟然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此外，那时的林更新既没有任何表演基础，才艺展示也很平庸，真让老师们伤透了脑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招生办的老师们还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林更新是否留任的会议。老师们最终一致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优秀学员，他因此而被特别提拔，成功录取。然而，谁能想到他进入学校没多久，就几乎被劝退了。尽管林更新具备出众的外在条件，但由于毫无基础，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倒数。他不仅经常逃课旷课，而且在校园里经常叼着烟，显示出他本人比较懒散。有一次，他染着一头金发，在学校里边走边抽烟，结果正好被校长逮住了。由于多次挂科，老师找他进行约谈。林更新在接受约谈后顿悟了过来，随后他振作起来，努力追赶时间的步伐。为了弥补学分的不足，他甚至去献血，声称每献一次血就能增加1分。在他的努力之下，他的成绩终于有所提升，追赶了上来。他在大3的时候被唐人影视公司发掘，签下合约。在签约时，公司承诺会全力扶持他，因此双方签订了为期10年的合同。唐人刚进入公司不久，就为他找到了一部古装剧的剧本。林更新不负众望，一身古装，不仅仪表堂堂，演技也游刃有余。凭借这部剧，林更新一夜之间成名，成为9亿少女的梦中情人。然而，仅仅在进入公司1年之后，他便遭到了公司的冷落。由于新人蒋劲夫的到来，所有本该属于他的资源都转移到了蒋劲夫那边。此外，公司还安排我担任第3男主角，为蒋劲夫作配。林更新年轻时意气风发，内心不甘，因此决定与唐人解除约定。他当时只签了一份为期10年的合同，如若要提前解约，则需支付违约金。因此，他因赔偿问题与唐人对簿公堂2年，最终以林更新支付195万元赔偿金告一段落。离开唐人之后，他得到了多家影视公司的邀请，最终选择了昆杰影视。
他因这家公司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影视资源支持，不仅得到了所有优质资源的倾斜，还拓宽了他的演艺道路。他先后参演了多部知名 IP 作品，尤其是近年来的《楚乔传》，使他声名鹊起。林更新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缓了前进的速度。近几年，他有些懈怠，肚子上常出了小肚腩，因而被许多网友讥讽为油腻。林更新怎能忍受这一切？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定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于是开始拼命减肥。在成功减肥之后，那个英俊的林狗再次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林更新今年4月携《与风行》重返古装剧舞台，一场眼神对决轻松击败了半个内地娱乐圈。6月份，他摇身一变成了人人愤恨的方协文，凭借出色的演技，让观众隔着屏幕都忍不住想冲上去揍他。有记者问他，饰演这个渣男角色是否会招致批评？他坦言，曾经扮演过太多优雅形象的角色，不愿被此类形象局限，渴望迎接不同挑战。毫无疑问，他这次的挑战取得了成功。在他看来，外界对他的谩骂恰恰证明了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角色，没有偏离角色本身。现在的林更新，无论是在古装剧中还是现代剧里，都能游刃有余地展现出精准的演技。面对外界的抨击，他显得从容不迫；面对鲜花和掌声，他欣然接纳。18年前，他还是个染着黄发、不务正业的少年，他已经度过了18年，如今已经是演艺圈中一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派，前景一片光明。2. 林更新贡献毁容式表演，评论区翻江倒海，网友之怪演技太好。看来林更新这次真的是把自己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把自己演成了一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大反派。不过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林更新演技的厉害程度，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演技碾压。作为一个观众，我们当然也不禁要问，为什么林更新这次要出演这么一个让人反胃的角色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编剧团队做出了这样的改编决定？这一系列的疑问都让我们对这部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先来看看林更新在这部剧中所饰演的方协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首先，这个角色展现出了令人不齿的控制欲。在和女主角黄一梅初次见面时，方协文表现得温和体贴，仿佛一个完美的追求者。但婚后，他完全放下了伪装，展现出了极度的控制欲。他限制女主的工作，不让她自由外出，甚至将她囚禁在阁楼之中。为了让她生下自己的孩子，他还逼迫女主放弃工作，全心全意地在家照顾她。这种将女性视为自己附属品的行为，让观众感到十分愤怒和不适。那么，编剧为什么要塑造出这样一个反派角色呢？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编剧团队对当代社会中一些男性认知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男性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的现象。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掌控女性的生活，剥夺她们的独立性和自由。方协文这个角色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集中反应。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极端负面的男性形象，编剧们无疑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观众不禁要反思，这种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的想法究竟源于何处，又将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发展？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创作取向。在当下社会中，性别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话题。通过在作品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编剧们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不过，我也理解一些观众对于这种改编的不满。毕竟，在原著中，这个角色虽然自负，但也并非如剧中方协文那般阴暗和极端。
一些观众认为过度改编有违原著的本意，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要编剧能够在创作中保持一定的诚意和责任心，适当的改编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方协文这个角色的塑造虽然与原著有所偏离，但却更好地反映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性别偏见和不平等。我们不能否认，林更新在这部剧中的演技确实令人惊艳。他完美地诠释了方协文这个阴暗控制欲极强的角色，让观众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这也折射出了林更新作为一个演员的强大实力。我们知道，他之前在一些偶像剧中塑造的形象都是温和体贴、深情款款的白月光型角色，但这次他却能够完美地打造出一个如此丑恶和阴暗的反派形象，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演技碾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更新这次的表演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尝试，他打破了自己此前在观众心中的固有印象，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惊喜。这不仅增加了剧情的戏剧冲击力，也让观众对这位演员的评价有了更多的认知拓展。我们知道，在娱乐圈里，演员往往都会被定型在某种角色之中，但林更新这次的表现证明了他具有足够的实力去打破这种固有印象，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这无疑也将为他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当然，方协文这个角色的塑造也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这种将男性塑造成恶夫的做法有些过于极端，有悖于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但也有观众认为，这种极端的角色刻画正是编剧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通过方协文这个角色，他们试图将当下社会中一些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平等对待，以一种集中和突出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方协文归类为一个典型的反派。相反，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面镜子，去反思当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性别问题。毕竟，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才能更好地推动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而林更新这次出色的演技，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切入点。总的来说，《玫瑰的故事》中方协文这个角色的塑造，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它不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也让我们对林更新这位演员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知。